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 HSK4 第12课的词汇。那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呢，有一个板块叫 HSK4 词汇，在里面呢，我收集了第4册每一课的词汇解释和例句，方便大家下载学习。那今天第12课的词汇呢，我也已经放在里面了。我所有 HSK4 词汇讲解的视频呢，都是有进度条的。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词汇，跳过那些你已经非常熟悉的词语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节约大家一点时间。第12课课文的名字呢叫用心发现世界。在第一篇对话当中，马经理谈生意不太顺利。那谈生意呢，就是讨论货品的交易问题。那我们可以谈价钱，可以谈交期等等。我听说美国人谈生意呢，都是在高尔夫球场。那中国人谈生意呢，是习惯在饭桌上。也许中国人认为在饭桌上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吧。那王经理告诉马经理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那在这里呢，规定是做名词，意思呢就是规则的内容，规定的内容。它也可以做动词，表示制定规则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们公司的规定是早上9点上班，在这里呢是做名词的。做动词的话，你可以说，公司规定所有员工早上9点上班。你还可以说，妈妈规定我们做完作业才能看电视。把这句话里面的规定改成名词的话，你可以说，我家的规定是做完作业才能看电视。王经理说的那句话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死和活这两个字，我相信大家以前都有学过。那死呢，就表示没有生命的，活就表示有生命的。但是这句话当中的死和活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死呢，在这里表示不能活动的，不能改变的。比如你说把门封死，那当你在做了封死这个动作之后呢，这个门就再也打不开了，就不能活动了。而这里的活呢，就表示可以活动的，可以改变的。王经理的那句话其实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规定是不能改变的，但是人是可以改变的。我爸爸很喜欢说这样一句话，其实呢，跟王经理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差不多。我爸很喜欢说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呢，你需要动脑筋，因为你是活的，你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惜这个词。课文当中，马经理说，可惜经验不是全部都对的。那可惜呢，有遗憾的意思。比如说你错过了一些什么美好的事情，而感到遗憾，感到可惜。那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，你都已经坚持学习中文那么久了，现在放弃真是可惜了。我真的很喜欢这条裙子，可惜我太胖了，穿不下。第一个对话当中还有一个词语并且，那在这里呢，我想跟而且做一下比较。那并且和而且这两个词语在表示并列意思的时候呢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。比如说，他学习努力，并且人也非常热情。你也可以用而且，他学习努力，而且人也非常热情。在这儿呢，表示他同时具有两种特质，学习努力和热情。那如果你在句子当中加入不但，你只能用而且，
因为不但而且是一个固定搭配。比如说，他不但会开车，而且会修车。老师不但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，而且还做了记录。另外，并且还可以表示两个动作同时或者先后进行，而且没有这个意思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在会上讨论了这个方案，并且通过了。讨论和通过是先后进行的两个动作。看到有人掉进河里，他大声呼救，并且跳进河里。在第二篇对话当中，高老师教女儿，在洗衣服的时候放一点盐，这样衣服穿再久也不容易掉色。这儿有一个句型叫在也，这也是一个固定搭配。在这里呢，在表示不管多么，无论多么。我们来举几个例子。演唱会的票子再贵，我也会去。意思就是，不管演唱会的票子有多贵，我都会去。时间再晚，我也会等你的，你放心吧。如果你不去复习新的词汇，看再多的视频也不会进步的。女儿听说盐可以保护衣服的颜色，感叹生活当中有许多课本上无法学习到的知识。那无法的意思呢，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我无法猜到他的想法。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。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，摔门而去。在第三个对话当中，高老师和王教授在讨论教育方法。那高老师问，对于老师来说，什么是最难做到的？那对于呢是一个介词，它表示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或者事物。就是在对于的后面，你可以加人，也可以加事情。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字对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于他来说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对于那件事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在第4篇课文当中提到，有些人说话直接，这些人呢看起来比较的诚实，但是呢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。那引起在这儿呢，它是表示一件事情使另一件事情发生，一种现象使另一种现象发生，一个活动使另一个活动发生等等。比如你可以讲，他一走进公司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她太漂亮了。他敲了敲桌子，想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他心里觉得内疚，毕竟这件事是由他引起的。我们也可以像在课文当中那样，说引起误会。那误会这个词呢，在这里是做名词的，表示错误的理解。你还可以这样讲，他们之间的误会很深。消除误会的最好方式就是找他谈一谈。误会也可以做动词，表示没有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。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并没有想让你参加这个会议。他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我坏话，是我误会他了。在第12课第5篇课文当中，我们提到，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做事，
事半功倍。那事半功倍呢，它是一个成语，它表示做一半的事情得到加倍的功效，花的力气少，收效大。我们还有一个成语的意思正好相反，叫事倍功半。意思呢，就是花很大的力气，收效却很小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掌握好的中文学习方法，事半功倍。做事方法正确，事半功倍。相反，做事方法不对，事倍功半。相反，在这里做连词，跟课文当中的用法是一样的。它呢，一般用在句子的开头或者中间，表示转折的意思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他不但没有接受大家的意见，相反，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了。在这儿，你也可以说相反的。意思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相反的它是一个副词。他不但没有接受大家的意见，相反的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了。相反很常用的还可以做形容词，表示完全对立的，完全不同的。他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我对这件事有相反的看法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去。结果和他想的完全相反，他不仅输光了所有的钱，还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今天最后一个词语呢，也是出现在第5课，他说到达到最好的效果。那达到这个词的意思呢，是通过努力实现某个目的，或者到某个程度。想要达到 HSK 4的水平，我还需要努力。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。Celine Dion 的歌使奥运会开幕式达到了高潮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达到呢后面一般加一个抽象的名词，达到目的啊，达到效果啊，还有达到某种水平等等。那大家一定还听说过另外一个词叫到达。那到达的后面呢，一般是跟一个地点，到达什么地方，到达一个具体的地点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昨天凌晨我到达了上海。北京离上海很远，但是坐高铁5个小时就能到达。好了，今天第12课的词汇就跟大家讲解到这儿了。不要忘记我在 Patreon 上面还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中文学习材料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